沈云溪，你男人死几年了吧？赶快找个男人改嫁得了。你一个人带着2拖油瓶，这冬天咋熬得过去？王奶奶，我们不怕冷，我们在帮娘亲洗衣服。对，娘亲太辛苦了，我要帮娘亲。你这可恶的扫把星，你疯了不成？你管好你那张嘴，再多说一句，下一盆泼的就是刚烧开的滚水，你活该当一辈子穷寡妇！笑死啊！这女主还真以为自己当寡妇啦。男主霍大牛根本没死好吗？人家现在改名叫霍无忌，是威风凛凛的镇北大将军，可不是嘛？人家昨天还在北疆大营里喝着女配柳双双亲手熬的鹿茸补汤呢，这会儿估计正浓情蜜意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弹幕，我居然成了书里的女主，霍大牛也根本没死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生王奶奶的气，妞妞给你呼呼。娘亲别害怕，小军会保护你的。好你个霍大牛，老娘在乡下吃糠咽菜，差点难产死在土炕上。你倒好，在边关跟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，寡不寡妇无所谓，但老娘这3年受的罪，还有孩子的口粮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小军、妞妞，别洗了，进屋。娘亲，衣服还没洗完呢，张裁缝家明天要来收的。洗个屁！让他张裁缝自己舔干净去，进屋收拾东西。娘亲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去北疆。去北疆干什么呀？去找你们那个诈尸的爹，要账。站住！军事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军爷，我不闯营，我来讨账。讨什么账？要饭去城里，这里没你的饭。我来讨我男人拿命换的抚恤金。你男人？哪个营的？叫什么？先锋营，霍大牛。霍大牛？咱们这儿没这号人啊，阵亡名单里也没听过。不可能！3年前他被征入伍，说死在战场上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尸。今天这笔抚恤金不结清，我就不走了。哪来的村妇，敢在军营重地大呼小叫？哇！战神男主出场了，好帅好帅！旁边那个就是绿茶女配柳双双了吧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。霍大牛，诈死3年，摇身一变成了大将军，挺威风啊！将军，您看这刁妇，不知从哪儿跑来讹钱，要不要赶走？沈云溪。哟，大将军没死啊，还认得我这糟糠妻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我来要钱啊！将军，这位是？我是谁？我是他死了3年的寡妇。霍大牛，你既然没死，这3年的抚养费、养孩子的口粮费，连本带利，马上给我结清！沈云溪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当初拿了我的安家费，写休书说要改嫁给城里秀才的人，不是你吗？前方高能，核心误会抛出来了，男主以为女主改嫁了，快，女主快删他！改嫁？秀才？霍大牛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老娘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姑，去哪儿给你写休书？你少在这狡辩！来人，在，把这泼妇和他带的拖油亭扔进最下等的营状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他们发炭火和口粮。将军，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，不如直接赶走。本将做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娘亲，那个坏叔叔是谁？他好凶。就是还想扔我们去破帐篷。那是你们那位死而复生的爹。走，免费的破帐篷也是帐篷，咱们先住下，再慢慢跟他算账。进去吧，将军发了话，没他的军令，这破帐篷就是你们的窝。连口热水都不给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想冻死人啊！哼，自己惹了将军，还想喝热水？做梦吧！
娘亲，好冷。娘亲，我不冷，我给妹妹暖暖。想冻死老娘，门儿都没有！小军，拿上麻绳和破布，跟娘去后山。去后山干嘛呀，娘亲？打野味儿，采草药，吃顿好的。娘亲，抓到了！干得漂亮，不愧是我儿子。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，好像是那对孤儿寡母的帐篷里传出来的。火头军今天炖的可是白菜包子，这闻着像肉啊，还有股药香。走，去看看。几位军爷，巡营辛苦了。你这炖的什么？黄芪炖鸡，驱寒补气的药膳。各位军爷在雪地里站了一天，膝盖酸痛吧？喝一碗保准舒坦。给我们的汤可以白喝，但有个小条件。这帐篷漏风，缺个火盆和几斤好炭，不知道几位军爷能不能行个方便？好说好说，一盆炭算什么？哎呦，真香，浑身都暖和了。小心点，刘女官吩咐了，把这寡妇的锅给砸了，再把冷水泼他们被子上，冻死他们。嘿，一个村妇罢了，看老子的！哎呦，我的腿！是陷阱，可恶！叫什么叫？陷阱，有夹子！哼，这可是我用来夹野猪的兽夹，便宜你了。回去告诉柳双双，想玩阴的，她还嫩了点儿，再敢来惹我，下一次夹的就不是腿，是脖子。滚！霍无咎，咱们的账才刚刚开始算。下等营庄那边什么情况？回将军，过得挺滋润。什么？沈娘子熬了一锅药膳鸡汤，馋得巡逻营的弟兄们拿了2盆好炭和厚棉被去换。去捣乱的王赖子也被小公子的捕兽夹卡断了腿。他还会熬药膳，小军还会做陷阱。去，盯紧点，别让他再惹出什么乱子。刘女官，您别生气，那村妇怎么配跟您比？我倒不是生他的气，只是替将军委屈。委屈什么？你们没听说吗？他3年前就拿了将军的安家费，跟城里的秀才跑了。那2个孩子长得哪有一点像咱们将军，分明就是他跟野男人生的野种。天哪，竟然有这种事！怪不得将军那么生气，这可是给咱们大将军戴绿帽子。你胡说，我不是野种。小军，回来。哟，沈妹妹，你别生气呀，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这种事还是解释清楚的好，免得脏了将军的清誉。解释？你泼的什么东西？浇水啊！你这张嘴太臭了，满嘴喷粪，我好心帮你洗洗。你个泼妇，你敢辱骂朝廷女官？骂你怎么了？我还要打你呢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改嫁了？拿不出证据就在这造谣，真当老娘是泥捏的？吵什么？将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这村妇不仅辱骂我，还拿脏水泼我。沈云溪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我闹？将军耳朵要是没聋，就该听听你的好女官是怎么编排我的。他说我们是野种。若非你当年绝情写下休书离去，今日又怎会招来这些非议？霍大牛，你少在那儿放狗屁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没写过休书，更没拿过你的钱。你想袒护你的小情人，别拿我当挡箭牌。你怼得好，女主威武，撕碎这对狗男女，男主这智商，活该追妻火葬场。柳双双，我警告你，再敢拿我孩子说事，下次泼的就是营帐里的滚油。
小军、妞妞，咱们走。跟这种没脑子的人待久了，容易变傻。娘亲，妞妞好冷。小军，快醒醒！娘亲，怎么了？妹妹发高烧了，你守着她，娘去抓药。大夫，我女儿发高烧，急需柴胡和退热散。慢着，柳双双，你干什么？沈妹妹，军中有军中的规矩，这些都是名贵药材，专供前线将士保命用的。你一个来历不明的村妇，凭什么拿？凭我男人是霍无绝，他是这大营的主将。哦，可将军说了，你是个卷款私逃的弃妇，想拿药？行啊，按规矩，你去营门外跪着填批条，等将军明日醒了，盖了印再来拿。明日，我女儿烧得浑身发烫，等不到明日，滚开！来人，有人强军需！柳双双，人命关天，你敢公报私仇？我按例办事，把他赶出去，别扰了伤员休息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绿茶太贱了！男主呢？死哪儿去了？女儿都要烧傻了！好，规矩是吧？沈娘子，将军已经歇息了，不可擅闯。让开！沈娘子，你这是造反！造反！我今晚就造反给你看！霍无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放肆！沈云溪，你大半夜又发什么疯？你女儿快烧死了！柳双双扣着救命药不给，霍大牛，你今天要是让她死在这儿，我做鬼拉着你全军陪葬！你说什么？妞妞怎么了？不用你管！哪个不长眼的？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药呢？什么药？退烧药，马上给我拿出来！将军，军中有军规，那沈云溪来历不明。将军，我是按规矩办事啊。这北疆大营的规矩是本将定的，老军医拿药，再敢耽误半刻，我掀了你这衣帐！快去熬药！你的手怎么弄的？3、9天在冰水里给财主家洗衣服冻的，自然比不上大将军拿剑威风，更比不上刘女官的一双嫩手。我不知道你们过得这么苦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你不是已经战死了吗？让开，别挡着我喂药。手抖成这样怎么喂？我来。别碰我女儿！沈云溪，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。冷，娘亲，妞妞好冷。你干什么？别动，我在用内力给她暖身子。爹爹，小军，去睡。我不睡，我盯着他。你这儿子像我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他姓沈，跟你霍大将军没关系。那休书……闭嘴！我女儿还在生病，要吵滚出去吵。呜，男主这个动作好戳我，长了嘴不用，女主千万别这么快原谅他。娘亲，退烧了，终于退烧了。妹妹没事了吗？没事了，烧退了就好。没事就好。拿着你的东西，滚！你非要这般刻薄？我刻薄？霍大牛，你诈死3年，看着我们在乡下吃糠咽菜，被人戳着脊梁骨骂野种，现在跑来装什么慈父？诈死！沈云溪，到底是谁先绝情断义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当年我刚到前线，九死一生，我想尽办法托人把军饷寄回家，可结果呢？
半年后，我收到的是你的休书。休书？什么休书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装傻？你自己看。怎么没话说了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说孩子流产了，嫌弃我是个朝不保夕的破军户。你说你拿了我的安家费，要改嫁给镇上的秀才。沈云溪，你教教我，这3年我该怎么咽下这口气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蠢货，是个天下第1号大瞎子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体？簪花小楷。老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拿火棍在地上画个圈都画不圆，我怎么给你写出一手漂亮的簪花小卡？还有，这信头称呼的是什么？无咎。无咎这个名字是你当了将军后皇上赐的，还是你自己在军营里改的？3年前，在那个破村子里，我叫你什么？大牛。对，全村人都叫你霍大牛，我什么时候文绉绉的叫过你无咎？霍大牛，这3年，你连查都不去查一下，就凭这么一封狗屁不通的伪造信，就定了我的死罪。我操！破案了！这信绝对是柳双双或者恶毒继母搞的鬼！男主，你这个大笨蛋，被人骗了3年啊！我查过，收到信后，我派亲卫回过老家。邻居说，你背着包袱走了。你继母在村口逢人就说，你拿了彩礼去外地过好日子了，家里的房子空了。我去县城医馆保胎了，我听到你阵亡的消息，受了刺激，早产大出血，在县城医馆躺了半个月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等我抱着这2个孩子回村，家里早就被我继母搬空了。如果不是村东头的王大爷借了我半袋粗粮，我们娘仨3年前就饿死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蠢，是我害了你们。别碰我！既然真相大白了，咱们的钱也该算清楚了。算完账，带着你的刘女官离我们远点。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不允！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他们是我的骨肉，这辈子你休想再离开我！闭嘴，滚出去，别吵着我女儿睡觉。来人，在！立刻封锁军油驿站，给我查！3年前我的家书到底是谁负责传递的？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！哎呦，这鬼地方，冷得老娘骨头都要散架了。娘，你确定沈云溪那个死丫头真在这里？肯定在。那霍大牛现在是将军，住大妓院，吃香喝辣，这福气凭什么让那死丫头一个人占了？对，要是能让姐夫看上我，我以后就是将军夫人了。你们站住！这位姑娘，我们是来找沈云溪的，她是俺亲闺女，我们来看她享福来了。找沈云溪？对，那死丫头在里面吧？她在营帐呢。不过那女人心眼多，见到你们肯定不给钱。啥？她敢？俺是她长辈，她敢不听？她现在攀上了高枝，眼里哪还有你们？你们得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最好让全军营都知道他背着男人跟别的兵痞勾勾搭搭。那将军能信吗？只要你们把事儿闹成这样，将军就算想护着他，也得顾及脸面。这钱你们拿去他摊子前把东西全砸了，闹得动静越大，我有重赏。姑娘放心，砸东西这事儿，老娘最在行。沈云溪！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，给我滚出来！哟，这不是赵金花吗？死丫头，你男人都当大官了，竟然把你亲娘亲妹妹晾在外面吃冷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慢着，怎么心虚了？我是看这桌子太重，怕你闪了腰。赵金花，咱们3年前不是断绝关系了吗？
你大老远跑来，是想进死牢了？呸！断绝关系也是你说的，老娘生你养你，那是你欠我的。这是你妹子，今天你得给她安排个好位置，让她也进将军府。姐夫呢？让他出来见见吧。想要进将军府，行啊，先把你当年吞了那2000块津贴给我吐出来。什么津贴？老娘不知道。今天不给钱，老娘就拆了你这摊子！敢砸我娘的摊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小军，回来！哎呦，杀人啦！亲娘要被亲外孙打死了！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？姐，你就算攀上了大官，也不能连亲娘都不认啊！这沈娘子的亲娘来了，怎么闹成这样？听说那俩孩子真是改嫁生的，你看这婆子哭的多惨。闹完了吗？没完！不给钱，老娘今天就住这儿不走了！将军来了，快看！姐，你快评评理呀！这沈云溪就是个毒妇，连亲娘都不养，还想打死我们母女！谁砸的？是我，可我是他娘。抓起来！将军，你抓错人了，我是你丈母娘啊！丈母娘？我妻子的母亲8岁那年就病逝了，你是哪儿来的东西，敢冒充我岳母？将军，这毕竟是沈娘子的家人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刘女官，你给他的那包银子，是不是也算误会？你胡说什么？这婆子身上那股脂粉味，跟刘女官常用的玉兰香膏是一个味道。刘女官，这银锭子上还有你驿馆的特殊火漆，怎么解释？刘女官竟然唆使人家亲娘来闹事，这也太阴毒了！柳双双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将军，我只是看他们可怜，接济一下而已。接济到我的摊子前砸东西，截留军报、伪造休书，再加上今日买凶滋事，刘女官，这牢里的饭你怕是吃定了。将军，我错了，将军，我心愿你啊！拖下去！云溪啊，忙错了，你饶了娘吧！这2000块津贴，还有这3年的利息，怎么算？数罪并罚，按律严办。云溪，受惊了。别叫这么亲热，这摊子被砸了，生意没法做，你赔。好，赔。你说多少？桌椅、碗筷，加上今天没卖出的药膳，5两。将军，这给。这就对了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了？哼，想得美！走，回家。回家？去哪儿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那将军府就是我家。既然要算账，我自然得住得离你近点儿，方便慢慢算。我这就让人去收拾最好的寝房。爹爹，这是给我们的吗？是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云溪，还有什么缺的吗？或者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红烧肉，要肥而不腻的那种。好，我立刻让。不准用火头菌，我要你亲自做。霍大将军，这3年你在军营里没少烤野味吧？这点手艺总有吧？怎么，做不到？不，做得到。有点焦，但应该是熟的。太咸了，我再去重做。算了，难得吃顿饱饭，凑合吃吧。娘亲，叔叔，哦不，
爹爹做的肉虽然黑，但比糠咽菜好吃多啦，勉强能下够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战神奶爸吗？反差太萌了！男主这卑微的样子，我给满分。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前锋营有10几人突发高烧，呕吐不止。军医看了，说是风寒，可喝了药却半点不见好。呕吐不止，带我去看看。这不是风寒，那是什么？疫症，必须立刻封锁营地，所有发病的人必须隔离。隔离？这会乱了军心。军心？等全营的人都烂在帐篷里，你再谈军心。你有办法治？我有方子，但需要大量的板蓝根、甘草和艾叶。将军，赌一把吗？全营听令，封锁营门，全力配合沈娘子。艾叶不够了，去库房调，哪怕是把柳霜剩下的那些私藏药材全翻出来。云溪，这药真的能行吗？不信就让全军等死。喝下去。苦，好苦。女主专业度拉满了，这才叫大女主。苦才致命。有效果，真的有效果。去歇歇吧。还没完，这只是第一波，还要彻底清洗营帐，所有的被褥必须用艾叶烟菌，否则明天还会复发。听到了吗？照做。云溪，谢谢。别谢我，我只是不想我的孩子住的地方变成一片死地。只要你能留下来，这大营便是你的家。家？除非你哪天真的战死，我或许才会有个真正的家。那恐怕让你失望了。为了留住你，我会活得比谁都久。退了，全退了！将军，沈娘子，昨天重症的10几个弟兄高热全退了，连呕吐都止住了。怎么了？嫡媳？不是嫡媳，是京城的使臣仪仗。使臣？报，将军，京城特使到了，同行的是长宁公主，还有太医院王太医。这长宁公主可是男主的狂热死忠粉，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天天逼着皇上赐婚呢。走吧，霍大将军，人家公主大老远跑来北疆这古寒之地找你，你总不能让人家在营门外喝西北风吧？云溪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那个长宁公主清清白白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。清不清白关我什么事？放手！娘亲，等等我们！哎呀，这北疆的营地怎么一股子怪味儿啊？狐舅哥哥，公主殿下，军营重地，请自重。无咎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冷淡？我听说北疆大营爆发了疫病，担心的几天几夜睡不着觉，特意去求了父皇，把太医院医术最高的王太医给你带来了。霍将军，老夫听闻军中突发奇症，特带来宫中秘制的9转护心丹。哼，有老夫在，管他什么疫病，定能药到病除。疫病已经控制住了，将士们都在恢复。什么？控制住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北疆苦寒，疫病一旦爆发，便是尸横遍野。没有老夫的秘方，你们怎么可能治得好？怎么就治不好了？你是什么人？大胆刁妇！见了本公主为何不跪？公主？我只听说过军中有军规，没听说过军中还要跪公主的。再说了，我站得好好的，凭什么跪你？放肆！一个乡野村妇，竟敢冲撞公主！来人，掌嘴！谁敢动她？在本将的地盘动本将的人，找死吗？无咎哥哥，你为了一个村妇拔剑指着我的护卫。她不是村妇，她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北疆大营的将军夫人沈云溪。妻子？你不是说你在乡下的妻子早就改嫁了吗？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这
这就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倒是公主殿下，大清早跑来我男人的军营里发春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啊？公主脸都绿了，太爽了！你这不知廉耻的泼妇，你竟敢辱骂本公主！这一巴掌是教你管好自己的嘴，下一巴掌扇的就不是脸，是你的舌头。你敢打我！王太医，赵统领，给我把这个毒妇抓起来，就地正法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公主息怒，霍将军息怒，咱们今日是来治病救人的，不是来起冲突的。这位将军夫人，刚才将军说疫病已经控制住了，老夫倒是好奇，军中连像样的药材都没有，夫人是用什么仙丹妙药治好将士们的？板蓝根、甘草、艾叶。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清热解毒，驱邪避秽。哼，区区几味不值钱的贱草，也敢说能治疫病？怎么回事？难道真的是香囊的作用？不可能吧？那香囊我们天天带着，不还是病倒了？可王太医是京城名医啊。王太医，你确定是你的辟邪香囊起了作用？那是自然。好，小军，去把昨天从柳双双营帐里搜出来的那几袋香囊拿过来。好嘞。王太医，既然这是你的独门秘方，不如你当着大家的面给大家念念这香囊里包的都是些什么神仙药材。这是……说不出来了，我来替你说。这香囊里7成是锯末，2成是便宜的红黄粉，还有1成是用来冲重量的黄泥巴。什么？黄泥巴？王太医，这就是你说的宫中秘方？老子天天带着1包黄泥巴当宝贝。你胡说八道，这一定是你们调包了。老夫的香囊里明明装的是名贵药材。调包？这批香囊是刘女官负责接收的，单子上还有你太医院的印章。你要不要我现在把账本拿出来，当面对对账，看看朝廷拨下的1万两买药银子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？查账查账，把这老东西的底裤都扒出来！贪污军款，这老头死定了！就算香囊的事有误会，也不能证明这疫病是你治好的。你一个村妇，连医书都没看过几本，是不是用了什么巫蛊邪术？不好了，丈夫将吐血了，突然浑身抽搐，快不行了！快去看看！怎么回事？昨晚不是喝了药吗？你滚开！你这庸医，张副将分明是被你的毒药要害的。将军，你看啊，这就是他治人的结果。张副将，快服下老夫的9转护心丹，定能保命。别给他吃，他这不是疫病发，是旧毒发作。你的护心丹里含有大热之物，他现在脉象虚不受补，吃下去必死无疑。一派胡言！村妇就是村妇，王太医的9转护心丹连父皇都夸赞过，你懂什么吗？老张，老张，没有气了。死了！是他的草药早把张副将毒病入膏肓了，老夫的仙丹也救不回了。将军，快把这个毒妇抓起来啊！闭上你的臭嘴！所有人退后，让开通风口。百会、神庭、潭中、气海。你疯了！他已经死了，你还要辱他尸体？霍无忌，你就看着他发疯吗？闭嘴！娘亲加油！娘亲最厉害！1下、2下、3下，
没用的，死人怎么可能救得活？活了，真的活了！神仙啊，沈娘子真的是活神仙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死人怎么能复活？他本来就没死，他只是体内潜伏的陈年瘴毒被你那儿的护心丹激化了，引发假死。如果不是我强行用金针风穴逼出毒血，他今天就真被你害死了。用意杀人，用意杀人啊！将军，末将当年在南疆中的毒，竟然被这老痞子一颗药差点送走。你要为末将做主啊！来人，在。太医院王太医以假药充军需，又险些毒杀军中大将，将他拔去官服，押入死牢，连夜审问贪墨军款一案。是，公主救我！公主救命啊！无谢哥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知道王太医是这种人。长宁公主，北疆大营庙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请公主立刻起驾回京。至于今日之事，本将自会上奏皇上，讨个公道。你赶我走，为了一个村妇，你赶我走！她不是村妇，她是我霍无教此生唯一的妻子。回京，立刻回京！将军威武，夫人威武，夫人活菩萨！爽爽爽！这一巴掌加这场急救，直接封神！男主刚才护妻的样子太帅了，算他加了1分，只有1分，不能再多了。霍大将军演技不错啊，为了不娶公主，拿我当挡箭牌挡得挺溜。霍大牛，你干什么？发什么神经？云溪，我没在演戏。3年前我是个瞎子，弄丢了你。现在，就算天王老子拿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你起开，2个孩子还看着呢。小军，妞妞，你们娘亲刚才是不是脸红了？爹爹是个大笨蛋！哼，别高兴得太早，想过我娘这一关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干嘛？今晚降温，营帐太冷，我是将军，为了体恤下属，把自己的暖阁让给了生病的将士。所以我没地方睡了。夫人，行好，收留我1晚吧，我不上床，就睡地下。霍大牛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为了媳妇儿，脸可以不要，命也可以给你。随便你，晚上要是冻死了，我明早正好可以直接改嫁。娘亲，爹爹睡觉还会流口水哎！装模作样，娘，咱们趁他没醒，把他扔出去吧。别管他，让他睡，冻病了还得浪费我的草药。夫人心疼我，我怎么舍得生病？谁心疼你？少自作多情。爸，将军，出大事了！何事惊慌？
京城运来的过冬粮草和10万斤黑炭，在距离大营10里的黑风口被截停了。被劫了？北疆境内哪来的山匪敢劫官军的粮？不是山匪，是长宁公主。楚婉玉，她不是被赶回京城了吗？公主没回京，她在黑风口驿站拦下了运粮队，同行的还有内务府的李公公，他们传下话来说什么？李公公说，将军纵容妖妇，辱骂皇室，甚至用巫蛊之术害死了王太医。若是想拿到这批粮草，就必须让将军亲自去黑风口下跪认错，并将沈娘子绑了，交由公主发落。我操，这公主真毒啊！打不过就断人粮草，这可是冬天，没炭没粮，这是要冻死饿死这5万大军啊！放肆！楚婉玉简直疯了，拿5万将士的性命做要挟，他真以为自己是金枝玉叶，我就不敢杀他。老张，点齐500精骑，随我去黑风口抢粮。将军不可能，是皇家运粮队，你若是带兵硬抢，那就是造反的大罪。到时候不仅您要掉脑袋，沈娘子和小公子他们也活不了啊！冲动什么？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要咬回去不成？云溪，是我连累了你们，但我发誓，绝不把你交出去。把我交出去？他楚婉玉也配？不就是几车破粮食和破炭吗？真当老娘稀罕？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眼看就要大雪封山了，军中的存粮只够吃3天，木炭连2天都撑不到。没有这批物资，弟兄们连这个月都熬不过去啊！3天足够了。夫人，您有办法？霍大牛，我问你，北疆这地界上，除了朝廷的运粮队，谁手里最有钱粮最多？北疆商会，他们常年和关外的游牧民族做生意，手里囤积了大量的粮草，而且朝廷严禁私购大宗军粮，他们不敢卖给我们的。那如果是他们上赶着来送呢？上赶着送？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北疆商会的供货契约，10万担大米，30万斤金丝炭，还有5万件羊皮毛。我的老天爷，这白纸黑字盖着商会大印。夫人，您去打劫商会了，这得多少银子啊？银子？我1分钱没花。没花钱？那他们怎么可……前2天大营闹疫情，我不是熬了板蓝根和树叶的药汤吗？商会常年跑商，最怕的就是在路上染上疫情。我把这独家秘方卖给了商会会长，这些就是我卖给他们的报酬。算算时间，商会的车队今天下午就该到大营后门了。报！将军，李公公又折返回来了，已经到营门口了。他在营门外破口大骂，说您要是再不带着沈娘子出去下跪接旨，他们就当场把粮草烧了。烧粮草？走，咱们去会会这条断脊之犬。霍无觉呢？怎么还不滚出来接旨？洒家告诉你们，长宁公主有令，今日见不到叫沈云奇的村妇，这些粮草你们1粒米也别想得到。吵什么吵？大清早的。你就是那个会妖术的村妇沈云溪？我是你奶奶。大胆！你这刁妇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举火把！将军既然不识抬举，洒家今天就奉公主之命烧了这批军粮。烧啊！你不烧，我都看不起你。你不怕大军断粮哗变？断粮？就凭你这几车发霉的烂谷子，也配叫军粮？你胡说八道！这可是京城户部调拨的精米。这就是朝廷给我们的精米，这玩意儿连猪都不吃。你们这是路上受了潮，对，是受潮了。受潮能受出沙子来。李公公，
你们中饱私囊、贪墨军款，按大楚律例，该当何罪？你血口喷人，公主怎么会贪墨？不承认是吧？霍大牛，把刚才截获的信件拿出来。军粮已用陈米替换，结余20万两白银，已尽数送入长宁公主府。李公公，这封你发往京城的密信，可是被我的暗卫抓了个正着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这都是公主的主意。她说只要断了北疆的粮，再用这批烂米逼您就范，您就不得不休了沈娘子啊！奴才只是个跑腿的呀！拿弟兄们的命换他争风吃醋，这等毒妇也配当公主？来人！在。内务府总管李顺，贪墨军资以次充好，企图毒害全军，就地正法，选守营门示众。将军，这太监是杀了，可咱们粮草……北疆商会受将军夫人沈娘子之托，特送来10万担新米、30万斤好炭，请霍将军、沈娘子查收。粮来了，真的有粮了！天哪，是新娘，真的是新米！这才是大女主，什么绿茶公主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渣渣。霍无咎，你小子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娶到这种老婆。云溪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也救了这5万兄弟的命。霍大牛，你干嘛？快起来！我不放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放手。将军夫人，李公公身上搜出了京城的密诏。皇上命您即刻单骑回京述职，届时擅杀内务府总管之事。好一个楚婉玉，断粮不成，现在跑到皇上面前恶人先告状了。将军，这分明是鸿门宴，您孤身回京，那毒妇要是按下杀手怎么办？谁说他要孤身回京了？既然圣旨不让带兵，那咱们就不带兵。老张，备上马车。夫人，您也要去？废话，楚婉玉既然敢断我们的粮，我就敢去皇上面前掀了他的老底。老张，把那几车发霉的米给我原封不动的装好，咱们去给皇上和公主殿下请安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霍无忌拥兵自重，简直目无尊法。儿臣派李公公去北疆慰问将士，他不仅不领情，还纵容那个乡下粗鄙的村妇，把李公公当场砍了头。此事当真？霍无戒竟然敢斩杀内务府总管，千真万确啊！父皇，那乡下村妇不仅杀人，还用妖术蛊惑了北疆大军。如今北疆只知有沈娘子，不知有皇上您啊！父皇，必须将那妖妇凌迟处死，收回霍无忧的兵权。皇上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镇北大将军霍无戒携夫人沈氏正在殿外求见，他们还拉着几辆大马车的好东西。他竟然真敢回京！朕倒要看看他霍无戒能给朕进献什么好东西。宣镇北大将军霍无觉夫人沈氏觐见。臣霍无咎参见吾皇万岁。你竟敢把这个杀人犯妖妇带到父皇面前！岳灵君呢？还不快把这毒妇拿下！公主殿下好大的官威啊！我当是谁在这儿像狗一样乱吠，原来是长宁公主。怎么，在北疆没害死我们5万将士，现在跑到皇上面前接着演戏了？你放肆！一个低贱的村妇，竟敢对本公主无礼！够了！霍无咎，朕问你，李顺可是你杀的？是臣杀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李顺乃是朕钦派的内务府总管，你擅杀朝廷命官，眼中可还有朕？皇上息怒，将军杀李顺，非但无罪，反而有功。那李顺贪墨军资以次充好，企图饿死北疆5万守军。若非我们将他正法，今日这大楚的万里江山，怕是已经被北蛮子踏平了。你胡说八道！父皇，你
别听着妖妇信口雌黄，户部明明拨了50万两白银，买的都是上等的精米。是吗？来人，把公主殿下的上等精米抬上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就是长宁公主和李公公送去北疆的过冬军粮，这就是皇上您拨下去的50万两白银换来的东西。北疆的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抛头颅洒热血，为皇上守国门，可公主却让他们吃这种毒死人的烂沙子。若是将士们因此哗变，这罪责谁来担？婉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父皇，他在撒谎。这些美米肯定是他们在路上调包的，是他们想再造陷害儿臣。你们这些刁民，为了逃脱杀害李公公的罪责，竟然伪造证据！伪造？皇上，这是内务府李顺死前的画押供状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是长宁公主指使他用发霉的陈米替换精米，将剩下的20万两白银中饱私囊。你这个逆女，你知不知道军粮是什么？那是将士们的命，你竟然敢拿5万大军的命去赌气！北疆失守，蛮族南下，你以为你这个公主还能当得安稳吗？儿臣只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儿臣堂堂金枝玉叶，哪点比不上这个乡下村妇？霍无要凭什么宁愿要他也不要我？儿臣只是想断了他们的粮，逼霍无要休了这个毒妇啊！愚蠢至极！皇爷爷，这个阿姨好坏，她给我们吃带沙子的烂米，我们村的阿黄都不吃这种饭。阿姨还想让人烧了我们仅剩的粮食，妞妞好饿，妞妞害怕。臣在北疆浴血奋战，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家人平安，兄弟们能吃上一口饱饭。若是连这点微末的祈求都要被公主殿下如此践踏，臣心寒至极。若是皇上觉得臣杀李顺有罪，臣今日便交出虎符，解甲归田，只求皇上放过臣的妻子和儿女。爱卿快快请起，万万使不得！此事是朕教女无方，让你和将士们受委屈了。李顺死有余辜，你杀得好！长宁公主楚婉玉贪墨军资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恕。父皇饶命！父皇饶命！儿臣知道错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褫夺楚婉玉长宁公主之封号，降为庶，将其押回长宁宫，永久禁足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违令者斩。还有，即刻查抄公主府，将其名下所有私产、金银珠宝全部充入国库，从中拨出100万两白银，作为北疆将士的补偿和封赏，由霍无咎亲自押送回营。奴才遵旨。霍爱卿，朕如此处置，你可还满意？臣替北疆5万将士叩谢皇上隆恩。罢了罢了，你就是霍将军的结发妻子？民妇沈云溪见过皇上。你胆子倒是不小，竟然敢拿着账本直接到朕的面前告状，你就不怕朕一怒之下连你一起砍了？民妇当然怕，但民妇更怕北疆的将士寒了心。皇上乃是千古明君，自然明辨是非。民妇相信，皇上绝不会让保家卫魏国的功臣流血又流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个伶牙俐齿的沈氏，难怪霍爱卿对你如此死心塌顾。传朕旨意，封沈云溪为正一品诰命夫人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白匹。谢皇上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！将军、夫人，你们可算出来了，皇上没为难你们吧？为难？不仅没为难，皇上还给咱们北疆的兄弟们发了100万两的奖金。老张，通知兄弟们回了北疆，每人先发10两银子，连吃3天肉。100万两！夫人威武，将军威武啊！霍大牛，你干嘛？大庭广众的松手！不松。夫人，
仗打完了，要命的仇人也解决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回府，好好算算咱们俩这3年落下的旧账了？算账，也该算算这些年欠的账了。霍大牛，你疯了！大庭广众的，放我下来！不是夫人说要回府算账吗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这笔3年的旧账太厚，回府自然要积极配合，抓紧时间。我是你名正言顺的夫君，抱自己的结发妻子，谁敢说闲话？非礼勿视，妹妹别看。小少爷、小小姐，咱们快上车回府喽！开门，将军回府了。敲什么敲？撬魂啊！抄那个什么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镇北将军霍无教回京了，还不快开中门迎接！哼，哪儿来的叫花子在这招摇撞骗？霍无教，霍大将军早就饿死在北疆了。现在这将军府是我们霍家二老爷做主，赶紧滚，赶紧滚，不然报官抓你们！放肆！哎呀，我的亲娘哎！霍大牛，看来你在京城混的也不怎么样嘛，自己的宅子自己连门都进不来。怎么回事？谁敢来将军府捣乱？二叔，好久不见。看来这3年你在我的宅子里过得挺滋润啊。无救，你没死？怎么，二叔很盼着我死吗？你这孩子，回来怎么也不提前通报一声？通报？我回自己的家，还要向你通报？哎呦，无救啊，你这脾气还是这么冲。你既然没死，就该知道规矩。这宅子虽然是皇上赐给你的，但你常年不在京城，要不是我和你二叔帮你打理，这宅子早就荒了。打理？拿着我的俸禄，住着我的宅子，在这儿大摆筵席，这叫打理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是你亲二叔，你爹死得早，长兄如父，我住你的宅子怎么了？花你点钱怎么了？你一个做晚辈的，难道还要跟长辈计较？就是，你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，还有没有点家教了？这野女人是谁？还有这2个小野种，该不会是你在外面招惹的不3不4的女人？你的嘴要是不会说话，我不介意帮你缝上。来人！来人啊！我看谁敢动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皇上刚赐下的圣旨，本夫人乃是皇上亲封的正一品诰命夫人，镇北大将军霍无咎的原配正妻沈云溪。正一品诰命夫人，这可是连当朝尚书的夫人见了都得行礼的大人物啊！不可能，你明明是个被休了的村妇。谁告诉你我被休了？怎么，二婶想抗旨不遵，对皇上封的诰命夫人动用私刑？草民不敢，草民不敢！二叔二婶，你们既然口口声声说是长辈，那咱们今天就把这账好好算算。老张，将军府的账房在哪儿？回夫人，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属下就已经派2个弟兄去账房把账本抄来了。霍长贵，你这账做得挺漂亮啊！3年时间，你们一家子在将军府吃燕窝鱼翅，穿绫罗绸彩。光上个月，你给迎春楼的头头赎身就花了3000两银子。你拿镇北大将军用命换来的血汗钱去逛窑子包粉头。御赐的和田玉如意被你们当了8000两，先帝赏赐的红木家具被你们偷偷卖了换钱，里外加起来，你们一家子这3年一共挥霍了将军府12万4千两白银。亲兄弟明算账。更何况你们只是来借住的穷亲戚，12万4千两，抹个零头，连本带利交出15万两白银，这事儿就算平了。否则15万两，你抢钱啊！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这钱都是吴教孝敬我们的。孝敬？
我霍无教的钱只给我夫人和孩子花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要我的孝敬？无咎啊，无咎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是你亲二叔啊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！滚开！我爹当年病重，你们一家为了争夺家产，把我和我爹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打断骨头连着心？我被抓壮丁充军，九死一生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看我当了大将军，就跑来鸠占鹊巢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拿不出15万两白银，我立刻把你们送到顺天府大牢，按盗窃御赐之物，满门抄斩。我们给！管家，快去开库房，把所有的地契、房契还有银票全拿出来！老张，找个伢子，把这些地契全死当了，换成现银。不要啊，那都是我们霍家祖传的产业呀！祖传的？上面盖的可是你霍长贵的私章，这说明是你用我们将军府的钱买的私产，现在物归原主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钱算清了，现在带着你们的人，立刻给我滚出将军府。半个时辰内，要是还有一个人留在这院子里，我就让老张把你们的腿全打断，扔到护城河里喂王八！滚！我们马上滚！娘亲好厉害，打跑了坏蛋。娘，这院子好脏。没事儿，娘有钱，明天就雇100个丫鬟小厮，把这院子从里到外耍收3遍。今天不仅从皇帝那儿薅了100万两奖金，还从这帮极品亲戚手里扣出10几万两，妥妥的暴发户啊！夫人，外人的账算清了，现在是不是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？咱们俩有好算的。3年前，你写了封休书，说要改嫁给镇上的秀才。那信是柳双双伪造的，我打字都不识几多。我不管。这3年，我夜夜看着那封休书，痛不欲生。这笔精神损失费，夫人打算怎么赔我？你想要多少银子？我不要银子。霍大牛，你干嘛？光天化日的，孩子还在呢。老张，带小少爷和小小姐去逛夜市，没我的命令，今晚不许回府。得令，小少爷、小小姐，走，张爷爷带你们去吃京城最好吃的糖葫芦。霍无咎，你放我下来！夫人，这3年的账，今晚咱们用1辈子的时间慢慢算清楚。